整体来讲，美国人日子不好过，咖啡涨，牛肉涨，然后 Costco 里面每一样都涨，因为跟关税有关呐。在美国，一个汉堡同样的东西，在中国大陆至少快要10倍啊，失业率还上升到1年多来最高的数字啊，裁了100多万人啊，很多的行业表示薪资就会降低，通货膨胀超过美国人的忍受程度啊 ，GDP 虚胖，而且这是川普自己搞的，没有别人搞的啊。那再像为了打地缘战搞乱七八糟的，中国大陆虽然是 GDP 少，但是问题它的生活水平并没有比较差。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赶快来关心到是美国的白领失业潮，这个是裁员潮来临了吗？这个大海啸，川普最新消息在今天早上台湾时间，我们看到他的18分钟的这个演讲，政绩现在被嘲笑说是秀失灵秀啊。那么我们关心到是克鲁曼经济学家也示警说，美国经济衰退已经陷入在前期了，美国经济撑得住吗？今天会一起的来做关心3个火线话题。今天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这一场这个演说高达了18分钟的时间，被外面笑说是吹牛秀，因为川普他高喊说，在他的执政之下，美国的物价狂跌，就业率不断的创下新高。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了一些最新公布的数据，美国在今年前11个月已经有超过110万人被裁员了，这个数字较去年暴增了54%。知名的科技业包括了亚马逊、谷歌等等，微软。裁员人数总共加起来好几万人，美国选民接下来还会相信川普的话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件事情，我们来关心到的是，现在白领方面大裁员已经扩散之后，经济学家克鲁曼警告说，现在就是美国经济衰退的前期了。包括了穆迪也在预估明年2026美国经济衰退风险高达42%，2026年的经济会表现如何？等一下我们也会一起的来做评估。最后来看到是川普这一次在演讲中，他特别提出来的未来的几个计划，包括了将会减税，还有他说呢会换鸽派的联准会主席来救经济，能够救得了吗？政策之下，生活对于美国人来说会不会有所改善？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关注。这一场川普上任1年交出的史上最自信的一场演讲，我们要来看到他一开头就先狂批前政府，他点名了拜登，他说我是在接手你的烂摊子啊。那目前接下了之后，正在努力让美国比以前变得更强大。那么我正在把它修好，他也夸口说自己的边境政策从最烂已经变成最好了。他还自夸解决了中东3000年来的冲突，但是我们知道以色列到现在建国也才77年。我们先来看一下有关于川普他这场演讲最新画面。11 months ago, I inherited a mess. And I'm fixing it. 1 year ago, our country was dead. We were absolutely dead. Our country was ready to fail, totally failed. Now, we're the hottest country anywhere in the world. We are sending every soldier $1,776. 好，这一场演讲被称作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他同时呢也宣布了一项政策的利多，说要给军人超过美国100万的这些军人，每个人可以领到1100多美元，换算新台币大概是5万多元，这个叫做战士红利。好，先来关心一下，因为他非常的自夸，说自己把这个美国的经济搞得非常的好。那生活成本，我们先来看到他谈民生，他说呢，我真的已经让美国的物价大家都可以明显感受到已经快速的飞快的下降了，包括汽车的价格现在也狂跌，火鸡价格他说跌了33%，遭到美国的农业部打脸哦。他说今年火鸡批发价不但没跌还上升，但真相是火鸡它本来就是一种亏本的商品，零售商通常会故意卖的比较便宜，把民众拉进到卖场里面去。好，第二颗震撼弹，他不断的自夸的就是他说呢，美国的就业率、就业人口，他说创下了新高，新增就业100%哦，来自私部门。但是我们也要来看到最新公布的这个美国的就业率前11个月，我们来看到他说呢，裁员人数超过4000家，企业裁员人数超过了110万人，较去年暴增了54%。光是11月份的失业率新增了70万人，更是创下了4年来的新高。好，再来看到的是当中呢，几家刚刚说了嘛，这个裁员人数最高的几家企业，包括了提到了英特尔7.5万人，UPS 4.8万人，亚马逊3万。
雀巢1.5万，微软1.5万。Panasonic 1万，但是实在是太多了，其实念不完。至于大家很关注的这个关税问题，现在表现如何？川普他就说了，只要企业来美国设厂能够免关税，就已经吸引到了大概有18兆的资金来这边，涵盖了各个范围领域，包括了 AI。到汽车制造业等等，但是我们来看到高盛的最新数据显示呢，这个有关于这个2025年美国消费者啊，一共是要吸收自己的关税成本高达了55%，企业要吸收22%，外国出口商则是要吸收18%。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赖老师了，如何关注这一场18分钟的演讲？他不断强调了物价下跌、就业创新高。川普现在要救自己啊，因为他本身面临迫压的危机了啊，因为甚至连 CNN 就直接说你已经是一个迫压总统了。我想这个最主要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前一段时间的其中选举的前哨战，川普惨败，不管是纽泽西州、纽约市啊的市长的选举、州长的选举，以及这个加州的这个选民。这个从划分选区从划分的问题，川普都输了，所以很多人说你的其中选举的前哨战惨败，那会影响到他的其中选举。最近的民调都出来了，最近的民调总体上来讲，他其实没有下，39比上次的民调是38，其实还略微成长了1%，但是是在正误复差的3%之内，但是它的最大的危机是在于它 MAGA 的核心圈。已经分裂了，已经往下降了。之前他 MAGA 的核心圈大概是在26到29的支持度，可他现在跌到20上下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度，等于是重挫了6%左右。我想川普他最担心的就在于，如果他的 MAGA 的核心支持度再往下跌的话，他对共和党的控制力就会有问题。为什么？共和党本身这个他的当选。与否要建立在他的基本盘，也就是川普的基本盘那个20%或是26%，他会构成他的共和党的候选人，他不会落选，但是不一定当选。也就是说这个话可能会有矛盾了。如果没有这个川普的基本盘，他一定当选不了。所以他一定落选，所以他一定需要川普的基本盘。可是有了川普的基本盘，不一定能当选，那还要看他个人跟中间选民。可是他没有川普的基本盘不行，川普就控制他的基本盘，能够控制整个共和党。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川普现在要救他自己的时候，他该怎么办？我觉得他批拜登是有道理的，因为这4年以来，拜登把美国的经济搞坏了，不断的印钞票，图利他的盟友。但是问题就是，川普的关税没有办法帮他解决问题。也就是说，他的关税政策没有办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没有办法减低物价，没有办法使联准会愿意降息。我想这个也是不争的事实。所以他的18分的演说我觉得对于很多的选民来说是不会买单。但是 MAGA 在这个部分里面，他强调了军人是他的铁票。对。第二个就是药品下降，这也对他来讲是有帮助的。对。所以我个人觉得他的诉求对象已经很明白了。先巩固住他的基本盘，他的战略应该是放在明年。好，所以确实这一场演讲到底民众买不买单？我们先来看到一个最新的针对美国还有川普这个整体的民调，39%是认同他的整体施政的，只有39%。那再来就是说，认为他处理经济处理的还可以的，只剩下33%。也就是说，这个真的过去拜登留下来的这个烂摊子，现在看起来民众认为川普也没有能力去解决。最后在生活成本控制的这一题上面，支持率更是只有27%，连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家都出来讲了，克鲁曼他直接示警，美国经济已经正式进入到衰退前期。尤其克鲁曼特别提到了有关于美国的就业数据，他认为说疲弱到现在可以认真的去担忧这件事情了，也就是衰退即将降临。包括穆迪最新分析报告显示，2026年美国经济衰退几率
达到42%。委员怎么看有关于明年2026美国的经济衰退可能性？换上鸽派联准会主席就能够救经济吗？还有这一场18分钟的演讲，委员如何看？他18分钟的演讲当然是自吹自擂了，哈，有的真的，有的假的，然后有的真的夸大，有的假的，基本上就是故意把它说的微不足道。但整体来讲的话，美国明年的经济会什么状况？我个人认为会维持平盘，不会什么好，也不会什么坏，原因在哪里？就是说，明年的确是因为关税课征的问题，使得很多的美国的生活水平上升。因为美国之所以能够维持一个高生活水准，就依赖着进口廉价物品。那廉价物品上升了，咖啡涨，牛肉涨，然后 Costco 里面每一样都涨，因为跟关税有关呐。那加上为了打地缘政治啊，打地缘这个竞争啊，搞乱七八糟的，所以唯一的经济结果就是进口货物涨了。那他想说要在美国自己生产，那美国自己生产什么都贵啊，所以生活物品会上涨，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而且这是川普自己搞的，没有别人搞的哈。那可是有没有因为这样子而很多的物品下跌？对，汽车真的是下跌。为什么汽车下跌？因为以前汽车涨的时候是拜登的政策要淘汰燃油车，那现在他反而倒过来打压新能源车，所以燃油车的继续就原来的模具、原来的材料就继续生产下去了。所以难免中古车会倒出来，所以整体汽车价格下跌哈。但是这个坏的方面也有一个好的方面。就是他拿着枪到全世界去要人家投资，所以资金在明年都会大量回流。大量回流的话，他的投资金额支出会大量增加。那同时呢，这个整个就业的数字也会增加。对。那现在所谓的失业率砍了很多，是因为结构在转变。那很多过去 call center 的不用了，改用 AI 啦。这个很多的行业，可是基本上来讲，虽然有裁了100多万人，可美国总共的就业数是大概800万人，以上在运转哈。当然，它3亿多人口，大概有新增加700多万，所以林总总来讲，净增加大概6万多人，那是有史以来最少了，最少了。可是即使是如此这个失业率还轻微上升到大概1年多来最高的数字已经到4.6%。那4.6%。就反映在很多的行业表示薪资就会降低再加上通货膨胀虽然是很温和，但是也超过美国人的忍受程度已经2.5% 以上了，所以整体来讲，美国人日子不好过那 GDP 虚胖因为他明年的 GDP 可能每一个人均所得 GDP 有可能会到达9万块美元，而相对的中国大陆的 GDP 大概只有13000到15000块。差距差不多6倍左右，可是问题是在美国一个汉堡同样的东西在中国大陆至少快要10倍所以中国大陆虽然是 GDP 少，但是问题它的生活水平并没有比较差，原因也在这里所以我们整体来看，就是说明年会不会降息，要看那个联准会主席是谁。如果是哈塞特这种降息国家队，那就降息幅度就大了。那如果是那个什么沃特。那个看起来不像是降息国家队，会降，但幅度不大。那这个时候就边走边看嘛。那如果降息幅度不够的话，美国经济会在平盘下来一点点，但是不会衰退。好，刚刚特别提到嘛，所以会不会降息这件事情，因为川普已经选了一个他希望是鸽派的联准会主席上任。如果真的降息了，接下来对于美国经济会比较好过吗？这是第一个问题。顺便也是看到川普提出的是说要减税，这一些问题加上一起的话，就能够改变美国现在目前的状况吗？将军又怎么看？我不认为美国人民来讲，在明年日子会比较好过从几件事情看出来，这次川普18分钟演讲，他演讲的主题是什么？是让美国再次负担得起。那是不是言下之意就是说，美国人民现在负担不起他们一般基本的食衣住行、基本生活所必须支出的费用，老百姓负担不起。所以川普这个演讲很明显的就是承认，换个角度来看，就是承认自己美国现在老百姓
生活负担很重哦。第二个，我们从一个数据上面就看得出来，就是美国川普现在今年的支持率从他原来刚当选的47%跌落到现在剩下39%。那中间这个落差，我觉得对美国老百姓，当然绝对不是因为你这个川普拿到有可能在加沙劝和止战啊，或者是俄乌战争有所成效，获得了这个这个支持率哈，我觉得很明显的，这支持率会下滑，就是因为美国人民生活的比较艰苦，所以你的支持率会下降。那我想说会造成美国这种生活会比较贫困，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来讲，当然就是关税的问题了。你美国川普自己本身错误的关税，你贸然去要求这些关税，然后想要制造业再回到美国，但是没想到的却是让进口的成本这个普遍的增加，尤其是说老百姓生活所要的日常生活所需的用品来讲，不断的增加。第二个来讲，我觉得川普自己的个性有很大的关系哦，他自己承认自己是酒鬼个性，虽然说他滴酒不沾，但是他酒鬼个性，什么叫酒鬼个性呢？就是激进，然后这个变化莫测哈，喝了酒的人就经常胡说八道，所以人家为什么讲他 taco 啊？为什么讲他激进？就是这个原因。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不认为他的新的经济政策有助于美国明年老百姓的经济生活改善。好，接下来我们会关心到是美国经济出事嘛？因为这是美国自己内部的经济学家做的事情。他说，2026年经济衰退几率高达40%。另一方面，这个是确实存在的是，今年统计到11月为止117万员工被裁员，而且现在股市可能也会面临危机吗？等一下我们会一起来看是否拖垮美国的经济。好，今天先来看到是我们来看到川普到现在上任已经1年的时间了，美国经济衰退的疑虑是越来越高，现在来到了最高点。因为呢，来自于彭博的经济学家这边也做了一个分析，川普就职前，大家认为说美国经济衰退的几率是20%，没有想到真的在上任了之后，大家这个经济学家就预估了，这个美国经济衰退的几率可能高达40%，穆迪更是认为明年经济衰退啊，到达了42%，而现在看到的为什么经济会衰退，有列出了3个原因，包括了现在担心的 AI 泡沫，还有年轻世代他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很快速的找到工作，这些入门级的工作几乎都消失了，而且白领的职缺也越来越少，加速了中产阶级的焦虑。而且美国的就业市场现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个阶段叫做永久性的裁员时代。什么意思呢？因为过去在美国做裁员的时候，通常是一波一波的这种大量的裁员，但是现在变成说不像过去这种大规模的裁员是比较频繁，但是比较小规模的，一次可能裁员人数50人以下之类的。但是因为是这样一波一波而且频繁的，才会让中产阶级非常的不安。而且这边做了一个统计，光是前11个月，美国裁员人数竟然高达了117万人，这个年增幅啊暴增到54%。光是11月份裁掉了7.1万人，哪个行业受到影响最大呢？就是科技业，因为现在引入了 AI 的使用，所以科技业现在可以说是压力最大的。好，所以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大使怎么看了？当 AI 取代了白领，还有永久性的裁员变成美国的常态之后，中产阶级还敢消费吗？大使怎么看经济？对，现在中产阶级第一个消费能力减低了，因为美国通膨事实上的话，在很多特定的区域是相当的严重啊。那而且它这个通膨的这个品项也是都不一样。不过整体来讲的话，美国的通膨问题并没有说完全的解除啊。那不过就是说，很多经济这个学者的报告，其实美国今年的经济1到4月基本上它是一种所谓滚动式的下滑。那前4个月经济不好，可是呢，其他的数据显示，从4月底开始以后，一直到目前美国的经济基本上它是一个滚动式的在复苏。那当然，2026年是另外一个情况。可是呢，就是说今年大部分时间都在滚动式复苏的情况之下，从哪里看出来？主要是从金融市场，还有就是大公司它的获利跟股价这些反映出来，美国的经济事实上在复苏。可是问题呢，这种所谓的滚动的复苏并没有造成这个所谓的失业率的下降。反而造成失业率的
提升。那这个就必须就是说有一点不太符合逻辑了。逻辑应该你经济好像在复苏，你使用你这个就业人口应该往上增，反而不增反降。所以呢，这就变成就是说，很多人就说讲说这可能是美国一个经济在结构性的在调整。那事实上，这个财富啊，还有工作的性质啊，也跟着在调整。那大家想到很自然就说，那这跟 AI 一定有关。那事实上的话，有个统计数字比较精确的。事实上的话，美国从2023年，如果说被裁掉的人员里面啊，有7万个职务被很明确的可以证明，它是因为 AI 的这个被使用而造成这个职务被裁掉，大概7万人。可是这里面有117万人丢掉了工作啊，所以这个就变成就是说，可能造成这个丢掉工作最大原因是 AI，可是呢还是有其他整个结构性的原因。那所以就变成这个是一个蛮复杂的。那这个117万被裁掉的人里面，那个产业别来说，最高这个行业就是科技业。中间有大概差不多17啊，有15万人都是属于科技业的人。那可是别的行业是不是有被裁呢？也有，电信业、食品业、零售业、非营利组织、媒体都是裁员蛮多的。那现在就是说，你刚刚讲就是变成一种永久性的裁员时代啊，这个是让很多白领阶级相当感到压力的。对，因为过去这个公司裁员都是一次很大规模的，一次裁掉6000、8000，像 Estee Lauder 最近有全世界裁掉6000人哦。他说这种模式现在渐渐没有了，就是大的公司，它基本上是滚动式的在裁员，它也不宣布，它可能就在调整一次50个人、60个人。可是这个随时在进行当中，它不是一种大规模的裁员，所以这个是一种新的现象。不过这种现象反而增加了，尤其白领阶级他在工作上对于可能失去工作的那样子的一种心理压力，那这个可能也变成是一种常态。不过现在有一个现象就是说，那结构性就是说，在这个永久性裁员里面这里面比例来讲，中小企业远高于大企业。也就是说，在这个美国的这个现在的这个产业结构里面，大企业还是能够稳定获利，它在这个雇佣员工，中小企业的压力越来越大。所以除了 AI 的因素，还有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对，当然了，虽然美国这个整体来说的话是滚动式复苏，不过美国的经济要跟之前比是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糟糕情况之下呢，它这个不可能会增加很多新的就业员额。那明年的话，又是预计是有41%是几率认为是衰退。那美国明年的失业人数可能会增加。那在美国的这个一向是世界经济火车头之一因为全世界的这个就是说这个整个的 GDP 里面有34兆，34%美国所创造的。所以美国如果感冒的话，全世界的经济那一定会打喷嚏。好，这个是刚刚特别我们 focus 关注在美国的就业市场的部分。那刚刚也说嘛，因为 AI 的兴起，这当中受到影响比较大的是中小型企业，尤其是科技业。但是这些科技巨头呢，现在为了获利却是不择手段。我们来看到路透社的最新踢爆是美国的脸书的母公司 Meta，为了维持它庞大的广告收入，对大陆来源的这个诈骗、非法赌博广告长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边做了一个数据的统计 ，Meta 去年光是来自诈骗、非法赌博、色情等等违规内容的广告收入超过30亿美元，换算新台币竟然高达了900多亿元怎么看，干哥？我这件事情是我最痛恨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 Meta 作为社群平台的领头羊然后祖克伯他竟然是这样子的态度，你知道他们本来内部他们自己那个 FB 现在叫 Meta，他们里面的那个什么，就是他们的那个有一个机制可以去干嘛？可以把那种有严重诈骗的那种倾向的那个东西给抓出来，还有赌博、色情等等像这样子的广告，他们自己本身有一个机制，但是他们也要花钱去维持这样的团队那所以说，其实老实讲，他就不太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他认为说，我们既然是这个
媒体嘛，那我们就应该要获利嘛。那乐听人应该有自己去辨别广告的这个能力在里面，而不是说要我们来先帮他当守门员。可是如果照你这样子讲的话，在自由市场里面的一般的电视广告啊，那是不是每一个国家啊，每一个这个不管是欧洲啊或者亚洲的国家，甚至美国啊，其实它的电视的审阅机制都一定要先排除像这一类的色情啊，或者是赌博广告嘛，对不对？可是 Meta 根本就是全部都照收，完全都照收。那所以说，你知道他去年啊，他竟然在诈骗广告里面，他收了30亿美金的高额利润。但是大家要晓得，这中间有潜藏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其实来自中国的广告现在是 Meta 最大的收入，它一年有180亿，其中有30亿。大约20%是这样子的诈骗广告。那如果你今天要去防堵这些广告的话，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你公司自己本身要有一个团队。你知道他们的团队在去年发现他们的这个防火墙的机制做得很好。他们已经非常的，就是说降低了差不多有1半以上的这种色情广告或诈骗广告。可是突然祖克伯发了一个命令说，因为我们的诚信策略，所以说我们这个现在暂停对于中国广告的稽查，这什么意思啊？我们听不懂啊，这就有点饶舌。他的意思就是说，为了防止来自中国的广告数量下降，所以说我们的这个诚信策略暂时不对他们做太严苛的检验。那造成的结果就是什么？就是这些广告再度死灰复燃。大家要知道，受害的大部分都是什么？在美国的华人，在美国的华人的市场有多大？大家去想一想。所以这在全球都造成影响。我认为这个就是什么？社群平台他们在获利之后，完全都忘记了他们的初衷。这也是所有的像不管是 Meta 啊、Google 啊、YouTube 啊这些软体啊，在很多国家都受到厌恶、受到排斥。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只顾着获利，而没有想到他们对于人类社会所应该负的最起码的责任。这个责任其实是你自己企业主要负担的，所以我觉得像祖克伯这样子的企业家，你只知道获利眼前，但是将来呢，总有一天你的亲人也受到伤害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说要改弦易辙。我是觉得说像这种，它是一种很巨大的托拉斯，它会越来越大，像一个怪兽一样。可是，一般的人民、一般的老百姓，要能够分辨什么是诈骗。什么是对你有害的广告，其实不是那么容易。我觉得媒体守门人应该要负起这方面相关的责任，那也是他企业的责任。对，针对目前 Meta 的这个行为被形容是这些大型科技业是否已经造成所谓的资本主义变形，所以造成今天这样的一个现象。但我们现在看到，除了科技业有问题之外，我们来看到华尔街投行也非常的对于美国未来的经济前景是非常的紧张的。在这个时候，他们出来示警了。明年最大的风险将是股市崩盘，直接引爆的经济衰退。特别呢，华尔街投行提到了支撑美国目前消费的250万名的超额退休族，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在这个疫情爆发之后赚了非常多的钱之后狂消费。现在华尔街投行就是担心说，一旦股市崩盘的话，这些人就没有办法大笔的做消费，将会重挫美国经济吗？上志哥怎么看？我们知道，在美国的股市，在今年年初开始，其实都被形容说很多黑天鹅的蛋，好多蛋，有大蛋有小蛋，就看哪个先孵出来哦。所以刚刚讲到底是经济衰退呢，美国政府的债务问题呢，还有包括现在 AI 是不是太集中了呢？好，无论如何，我们已经确定第3季的美股的部分是极震荡的，而且这震荡是创纪录的。为什么震荡？因为就是美股里头有好多的巨人。多的巨人跟空的巨人，大家真的是杀得死去活来哈，所以我们都知道，但核心为什么？核心还是因为忧虑。如果说一片荣景的话，空头没有机会的，所以这个忧虑很深。就刚刚提到的这些，包括 AI 非常集中哈，而且现在要知道还有 ETF 现在被普遍的运用，就使得这个盘跟大家动手，互相多空杀对方的武器很强。台北股市现在也是受到 ETF 很大的影响啊。好，话虽如此呢，但我们不得不说，虽然大家有很多在外面看衰，或者是觉得美国股市危险，各位还是要了解一件事情是，
各位，美国华尔街股市可不是一般啊，它不是只有美国的资金，它有全世界有穆斯林的资金，有欧洲所有有钱的资金，包括甚至中国的资金，所以全球的资金都在华尔街股市，不是那么轻易能够倒的。所以这个震荡的过程里头，其实再怎么看衰 AI， 就像我们知道有很多人 AI 就撤资了，很多大巨人不投资了哦，也都知道。然后但是呢，你说他们不投资去投资什么？其实就换手。科技类股还很强，单单我们讲11月哈，这前后，巴菲特就买了谁？买了 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大增值，他把苹果卖掉很多，所以换手。不止巴菲特索罗斯也花了好多钱进来，而且还有抄底大王，是我还蛮喜欢的那个叫 David Tepper， 我想他每次很会抄底，他就是抄英特尔，所以英特尔股价就都回来。所以我们要看的不是大环境结构没有错，股市、汇市股市、美股、美债跟汇市。但美股现在在震动，美债现在有很多的疑虑。但是我们讲美国的汇市这点，美元现在基本上美国包括联准会的部分，在降息各方面还是拿捏得很稳的。所以现在就是说，如果美国汇市有动荡的情况之下的话，连带美股跟美汇，所以大家为什么那么关注 FED 的原因在此。而且我们特别注意哦，过去美国汇市只有美元，但是因为现在虚拟币开始跟美元整合在一起，里头稳定币等等，所以让整个美国的坦白讲，它的这个货币的扩散性从实体到虚拟扩大了这个基础层面，它当然也动荡更大，但某方面它也可能有更多的支撑。除了美元在吸全世界的所有货币的这个汇差之外，也透过稳定币在吸全世界的虚拟的汇差。所以美国当然有很多的风险，但千万不要小看美国华尔街拥有全世界资本的实力。好，接下来特别关心到了美国，因为它最新公布的这个失业率创下4年新高，今天我们也会来就这个议题做关心。它的非农的就业也创下了5年最惨，同时这个也是最新的数据。现在看起来破100万人的裁员潮，在今年海啸已经席卷了全美。今天我们会就美国的经济是否已经正式的失速来特别做关心。赶快来看到几个最新公布的数字，是11月份美国的就业数据增加了6.4万个职缺，看起来好像还行，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让美国人民真正害怕的是他们的失业率。现在一年多出了70万名的失业美国的人口，那么失业率狂飙到4.6%，是这创4年以来最新高的一个记录。同时，它的非农就业人数单月更是暴减了10.5万人。数字一出之后，道琼指数立刻是重挫了200点。专家特别分析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子的一个就业人口暴跌的原因，包括了来自于企业得承受关税的压力，政府机构更是一度的关门停摆，还有 AI 这个取代人力对于科技业的影响是特别重大的。那么类似的就业的这个裁员潮，现在美国不断的蔓延，已经影响到了各行各业。我们来看到这个，同时也是最新的几个新闻几家比较知名的美国企业现在出现了大裁员潮。首先来看到亚斯兰戴，这个全球裁员规模从原本预估3000人会提高到最多7000人。FedEx 物流公司关闭了德州一处的物流中心，会裁员800多人。百事公司旗下的这个子公司也关闭了它的佛州的2座工厂，解雇人数500名员工。德州我们来看到了喜来登饭店，在2026年这个店它就会正式的歇业，那么110名的员工也会集体的被裁员。所以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干哥，如何看美国目前的经济还有它的就业状况，会不会陷入危机？联邦储备银行的总裁叫威廉斯，他讲了一段话，他说职位的增加一直处于疲软的状态。什么叫职位的增加？就是说你在国内的职务需求就一直没有增加，为什么？因为直接的冲击就是 AI， 好不好？我们现在在讲说 AI 泡沫化，但是 AI 同样冲击的市场，尤其是白领阶级。蓝领可能还没有那么严重，但白领阶级为什么？因为他们是要做决策的，再有很多 paper 或纸本或是决策上面，其实老师讲起，透过 AI 来做，会比人脑要来得快得多。这就是为什么你说这个新增了，我们11月新增全美4.6万个工作机会耶，新增那么多，那为什么失业率还是创新高，变成失业率
变成4.6%，创下4年的新高。也就是说，这增加的64000个职缺，根本没有对市场有什么帮助嘛。而且威廉斯他说会越来越明显，为什么？因为现在的裁员不是像以前啊，比如说啊，英特尔他突然说要裁员多少？裁员2000人啊，3000人，全球裁员啊，他也会一次性的这样做。为什么？跟年报财报有关系。他可能这一次砍掉的话，他对于他的年底的那个财务报表会比较好看，等等之类的。现在他说不是，现在各大企业你去看这些企业，它都是一次小规模，一次小规模，然后多次在短时间之内发生这种事情。我一次裁50个人，你不会痛啊？可是我隔了1个多月，我又裁了20个人，然后你会发现你对面那个同事不见了，没有人来替他的职务。这是很多美国的银行，尤其是银行发生这种状况，因为他们只要发现 AI 能够做的事情，就干嘛？就不需要你了。那你就要想，为什么我还坐在这边？为什么我对面的同事不见了？他也许是我的上级，他也许是我的平级，他也许是我的下属，但他不见了。对，2个礼拜以后没有人补他的位置，什么原因？没有什么原因，那叫做永久性裁员。他现在永久性裁员这种文化在美国很多个地方都会看到，像比如刚才讲的雅诗兰黛，或者是那个阿灵顿、喜来登啊等等这些饭店，还有百事可乐，它都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因为其实老实讲一句，能够用 AI 的数位化来取代的工作，其实我们没有那么急着需要有人来顶替。当然，做最后决定的以及维持市场运作的，还是需要人类的智慧来做。可是不是那么的直接。这就是因为归根结底到最后一个原因，终结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关税造成的影响。你关税造成的这样的影响之后，美国主要企业到现在还在看，它最后是怎样？最后到底会怎样？今天关税造成就是说美国的国家赚钱了，可是老百姓没有赚到钱。就是说，川普好像从各个国家拿到了很多钱啊，那问题是他不是给了企业或民间，所以说大家的不确定感就一直存在，而且到了年底都不会消散，恐怕到了圣诞节以后，或者是到了明年的新年，美国的国内才会有一番比较能够确定的感觉，因为到现在大家还不知道说关税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所以对于职位的需求就没有这么高。我们还要继续看一下美国的那个疲软的情况，恐怕还要再好几个月。好，刚刚我们看到的是美国目前最新公布的这个就业数据，确实表现得非常疲软。那经济数据的疲软，当然也造成了美国现在内需跟它的消费，甚至对于金融市场都有一定程度的冲击。我们来看到，这是高盛发出的最新市井，拉下了红色警报。他认为说，在消费疲软之下，现在不只是影响到低收入户了，整个中产阶级现在的危机在美国蔓延，特别关注到是25到35岁的年轻消费者，他们的消费力暴跌。多家企业也说了，消费者信心跌到了数十年最差，非必要的这些消费品股价也是暴跌。包括了我们关心几个比较重点的餐厅，像是墨西哥卷饼店，在美国很知名的 Chipotle 股价暴跌17%，地中海快餐连锁店 Cava 下跌股价11%，其中还有豆芽农夫市场的股价暴跌了26%。在市场这么的动荡，有一个东西大家可以特别做关注的，就是纳斯达克传出眼里它的交易时间原本是16个小时，现在要把它增加变成23小时。有人在解读说，为什么要这样做？难道是资本市场要上演提前逃命潮吗？怎么看目前这一些包括企业，他们是在做正常的调整吗？这样子的一个裁员等等，委员怎么解读？所以我想，刚才干哥已经提到了嘛，就美国现在会面临这么严重的这个失业率上升的压力，当然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就像当年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一样，那个时候就面临了一个很大幅度的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失业潮。然后现在你看到的是从工业社会要进入数字社会了，也就是 AI 逐渐的取代了这个更多的工作岗位啊，所以这样的一个趋势只会越来越严重，几乎不会有缓和的迹象哦。
那么当然，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关税的因素了，就关税的因素造成了美国的物价这个通膨持续的蠢蠢欲动哦。现在如果你在美国有消费的，或者你有亲朋好友在美国的，随便去问一问，你就可以知道，美国现在的消费已经贵到这个惊人了哦，就是让大家已经觉得几乎无法想象的地步了。那我们现在讲到的这些东西，还是一些我们说的物流业、美妆业、食品业、饭店业。可是如果我再把时间再往前推半年，我让各位看到的是什么呢 ？Microsoft 从去年到今年已经裁了上万人了，就是 Microsoft 都裁了上万人了。你说 Microsoft 有没有 AI？ 有，它有 Open AI 啊。这理论上来说，它不应该要裁这么多人，它裁了上万人。Google 也裁了一堆人哦。然后到了 Amazon， 本来今年说要裁3万人，惊呆了整个市场，大家都瞠目结舌。到目前已经裁了14000人了，所以。你还不要讲说像这些美妆或饭店业几百人的失业，我们光看美国的几大高科技产业，他们一裁人都是上万人的裁，所以你说对美国来讲，它的失业率上升几乎是可以预期得到的，就完全没有令人意外的。如果这样子失业率还没有上升，我才觉得这个数据有问题了呢。那么你回过头来讲，现在对美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美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华尔街不断的在炒作利多消息。所以华尔街我们看到那个股市的那个数值哦，那个泡沫越来越大。当股市的泡沫大到跟实体经济脱钩的时候，那就是金融风暴要来临了。但是华尔街持续的在玩这个游戏，所以我们看到你说纳斯达克说为什么要把交易时间再拉长？因为对华尔街的人来讲，他们永远都在报喜不报忧，永远都在玩各式各样的这个资本操作的游戏。他们如果不玩这个操作游戏，他们就要卷铺盖回家了，就要换他们失业了。所以现在美国最严重的状况是什么？我觉得美国现在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局面。在美国的联准会决定要不要升息，决定这个所谓美元的这个货币政策的时候，他们通常都考虑2个东西。第一个数字，失业率，如果失业率攀高，他们就要把资金注入市场，让经济体系能够有更多的资金。第二个，这个 CPI。如果这个物价水准往上升，他们就必须要把钱从市场上抽回来，让市场的这个资金减少，让这个物价可以下跌。所以在前一段时间美国通膨严重的时候，你就看到 Fed 快速的升息，但是他现在面临一个两难局面，他失业率升高，他的 CPI 也升高了，所以到底要选择哪一边呢？这就是美国现在最严重的问题。我觉得对美国来讲，它的经济的致命伤就是当你没有办法同时解决失业率，你也没有办法同时解决这个通货膨胀的时候，那么在我们经济学的理论里，它就几乎是判定了，就是这个国家的总体经济已经面临了重大的冲击跟危机了。而现在美国正在走上这条路。好，一边是失业率暴增哦，另外一边还有通货膨胀。那现在呢，一个美国的资产管理专家，他叫做麦克格林，他在这个时候就突然间讨论了一个问题，然后提出了这个问题之后，在网络上面引起了很大的一个讨论。因为他就问了网友说：“你们认为说，2025年如果你在美国生活，一个家庭到底要赚多少才会感觉到，哎，你的生活没有这么的拮据呢？”特别是针对这些中产阶级，结果他给了一个答案：年收入要达到14万美元，换算新台币，其实已经算非常高了，455万元，你才会感觉没有这么的拮据。这是目前中产阶级的困境吗？将军怎么看？这如果说是一个家庭年收入要到14万美元才能够维持一个体面的生活，我讲的请注意，我讲是一个体面，而是不是只是温饱而已大概要14万。那这个数字代表什么呢？美国来讲，现在他们收入的中位数不是平均，是中位数，概略是8.5万，也就是说，你必须要以中位数的1.7倍，你才能够维持一个体面的生活。那为什么美国来讲要维持一个体面的生活，要花到这么多钱？我们知道，你维持生活有2种消费，一种是必要型的消费，一种是比较这个软性的消费必要型的消费大概不外几项，第一个育儿，对不对第二个医疗，第3个食品，第4个是住屋房贷甚至于如果说有些人如果他有学贷来讲的话，可能还有学费。那我们减少这5项，对美国人来讲的话，这5项可以说是他们消费的5大金刚。那这个钱是没办法省下来的。对，比如说我们讲育儿，你请一个保姆来讲的话，我们台湾请一个保姆大概就是一个保姆最多只能带4个，
你不能带超过4个，超过4个就违法。那通常来讲，带2个已经很吃力了。如果没有经验来讲，带2个已经很吃力了。所以说你的保姆费你就省不下来嘛，他的收入你就一定要给他到这么多钱，你不能说大家平均哈。这第一个，育儿的费用为什么会高？第二个，这个租屋的经费，那当然更不用讲了。最近美国哈这个房贷的费用、贷款费用或者是房租的费用一直不停地在升高。那食物方面也是啊。那再来我们讲医疗保险，我们讲医疗保险这个，譬如说我们请一个看护，老年人要请一个看护，一个看护他最多就是照顾2个人，他就是一定要花这么多时间，你不能说一个看护照顾100个人，所以像这些消费来讲，它省不下来。但是有一些消费它是可以省下来的，比如说因为基于全球化的关系或者自动化的关系譬如说电视这种电视产品电器产品或者是说这个衣服啦、鞋子、袜子啦，由于是大量的生产，所以它价格可以压低。但是这些东西呢，由于美国川普自己搞这个关税政策，反而这些成本都垫高了，再加上失业率升高，所以不管是软性的消费，或这些我刚刚讲的软性的这些消费，或硬性的商品的采购来讲，价格都攀升。所以他们认为说，一个家庭如果要维持就是食衣住行娱乐样样都面面可以维持一个基本的体面需要来讲的话，他们认为要到14万那么高的美金。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代表美国来讲，他们经济上所面临一个最大的一个困境在这边。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